彩霞，俺爹俺娘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，咋还要临时加2万块钱的彩礼？你这是从心不想嫁给俺吗？你吼啥吼？拿不出钱免谈，怎么来就怎么回去。你不撒泡尿照照，就你家那破瓦房，穷鬼就不配娶媳妇儿。在下他妈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当初都说好了8万块彩礼，哪有变卦的？你这么拦着，乡里乡亲也不好看呀。俺家当初看丁家太穷，可怜他们才少要2万块，咋了？8万都拿出来了，2万就拿不出来了？王巧云，我最后问你们一句话，是不是不再拿2万块钱就不让接人？后做饭的，老娘话就放这儿了，今儿没这2万，人你接不走，赶出去！二狗这孩子也是惨，听说他娘昨晚还在咳血，这钱是他娘的救命钱啊！谁让他老丁家穷呢？石经。根据石经提供的食谱所做食饭，有食疗效果。不知道石经这玩意儿能不能给俺娘把咳血的毛病治好。当时也真是瞎了眼，把娘的救命钱搭在这种不要脸的人家上。哎，这二狗子也真是个窝囊种，被那王巧云悔婚都一声不吭的。1米8大个，没卵子随他爹，也没个男人的血性。二狗子，你要干什么？王巧云，你赶紧把8万块彩礼退给我，这婚俺不结了。这小子还真有种，他娘的敢撕婚书！给老子退钱！老天爷啊！他丁家口里这欺人太甚，跑到俺家门口撒野了，还有没人管了？王巧云，你讹了俺娘救命钱还想赖账？还了钱啥都好说，不还钱，老子就这一条烂命，就是死也要拉上你刘家几口垫背！今天不给钱，老子直接砸死你这不要脸的臭三八！妈呀！杀人了！二狗子要杀死我们一家老小了！叫什么叫？还钱！我倒是要看看你要钱还是要命！这二狗子出息了，今天这么横啊？还是那个窝囊废吗？姐夫，你别乱来，有事好商量。谁是你姐夫？姐夫，你不就是想找个媳妇儿吗？跟谁结婚不是结？你说呢？咋？你要替你姐嫁给我？刘哥，隔壁王寡妇就有条金项链子，老和俺显摆，俺也想要条一样的。买，丁家那二狗子给俺娘拿了8万彩礼，这4万都在俺这儿，俺可不差这3头200了。刘哥，你真是俺的新招儿，可这钱是俺们的盖房钱，买金链子了，混房咋办？媳妇儿，恁放心，俺和娘说了，那二狗子想娶俺妹子，得再加2万彩礼，那咱买金子的钱不就着落了？还是刘哥想了周到。大王，你出来凑什么热闹？快带你姐从后门跑！俺们老两口还指望着你们的彩礼钱养老呢。娘，这事儿闹成这样，大家都有责任。姐夫讲理不会害我的。姐夫，这事儿咱们能不能换个法子说呀？少给老子来这套！今儿要么退钱，要么你顶缸，老子没空磨牙。姐夫，我这儿不仅娶媳妇儿不要钱的，还要倒贴钱。有这好事儿？你糊弄鬼呢？咋能糊弄你？姐夫，县城东头有个姓齐的大户，重金招上门女婿，你过去就是齐家的姑爷，要啥有啥。这好事能轮到俺头上？我看你家是不想还钱吧？实话和你说，你那彩礼被我娘拿了一半给我哥娶媳妇儿用了，家里哪来的钱还？少扯犊子！那是俺娘的救命钱，你家就是借也得把俺钱还上。姐夫，你听我说，4万你先拿回去，剩下4万，要是那齐家的事成了，我打工给你还；要是办不成，我就替我姐嫁给你，给你当牛做马，让你，我还是大闺女身子，这买卖你亏吗？行，
这话可是你说的，乡亲们都在这儿，给老子立字据。丹丹，乖，就吃一口。这几天水米未进，你这是要爹的命啊！给我找全县最好的厨师，只要能让丹丹开口吃饭，让老子给他做金山都行。王大师，我女儿这病你算过了吗？齐总，丹丹这病怕是得找个八字旺的倒插门冲冲喜气才能好，不然难办。去哪儿找八字硬的倒插门？二狗子，咋的了？这是新娘子咋没接回来？接个屁！王巧云的老娘们儿坐地起价，这婚结不成了。老天爷呀，作孽呀！早说了，老刘家那帮子不是个东西，势利眼，见钱眼开。你娘俩偏不听，现在好了。小米粥能治咳嗽，要这是真的，娘的病不就有着落了？爹娘，俺丁小峰对天发誓，这辈子要是混不出个人样，就一头撞死。俺要赚大钱，娶城里最漂亮的媳妇儿，给您二老盖全村最大的瓦房。二狗子咋个发起癫来了？这孩子娶不上媳妇儿魔怔了。二狗子，你看这婚没结成，你欠俺家的3000块钱饥荒。对啊，俺家那5000块也是俺娃急着娶儿媳妇用的。老助理说这是8000，先还你们。孩儿欠3万，俺立字据按手印，给俺1个月，1个月后连本带利1分不少。成，乡里乡亲的，俺还能信不过你二娃子？大伙散了，散了。娘，喝口热的。二老，你今儿这粥咋这么香？顺着嗓子眼下去，俺这胸口都不闷了，身上也有劲儿了。成了，这10斤真把娘的咳嗽治好，那我二脑子岂不是以后真能飞黄腾达了？娘，你好生休息。我儿，是娘没用拖累了你，连个媳妇儿都给你娶不着。娘，你放心，咱家拉的鸡照俺扛着，俺一定会让你和爹过上好日子。这都第3天了，彩凤那怎么还没个准信儿？二狗哥，俺答应你的好事儿上门了。你就是丁小峰，小伙子身子骨倒是壮实，跟我走吧，齐总要见你。今儿就去，这也太赶了点吧？俺还得给俺娘熬药粥呢。赶？你什么身份让人家齐总在那边等你？赶紧去把你那头洗了，卖了趴台了，去了遭人家膈应。贵姨，俺听说那齐家大小姐病殃殃躺床上半年了，都快不行了。我姐夫一个大小野伙子过去给她冲洗，这不是毁了她一辈子吗？你这话说的，多少人想攀齐家的高枝都没门路呢，他小子算是捡着了。二狗子，一会儿见了齐总夫妇，嘴巴放干净点，不该说的别说，听见没？倒插门就倒插门，爹娘，儿子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。齐总太太，人给您2位请来了，这就是丁小峰。身子骨倒是壮实，也不知道手脚干不干净。一句话，给你30万，来我家当上门女婿，过些日子定亲，干不干？齐先生，我还没见过您闺女呢，就定亲。实话跟你说，要不是我闺女躺床上生了大病，我齐家倒插门也轮不到你。齐总，你的意思是让俺给你闺女冲血？哼，那还用说？这咋可能？嘿，
你们家穷的叮当响，2万块彩礼都拿不出来，还在这穷讲究。我们齐家什么人？能进我齐家的门，你家祖坟都冒烟了，偷着乐去吧，还在这儿挑3拣4。那俺丁家不就绝后了吗？哼，绝后，穷成这样子，娶了媳妇儿还不是跟你受罪？一窝子穷光蛋！二狗子，你那点穷志气能当饭吃？能给你娘治病？能给你爸盖大房子？小峰啊，这事儿是不光彩，可你在我齐家有田，能住洋楼，开小轿车，谁能看不起你？二狗子，我给你拿主意了，今晚你就住在这儿，等齐总选好日子，你就和小姐成亲。你这娃还磨叽个什么劲儿？二狗子，点点吧，一共30万。倒插门就算了，还是给人家闺女冲喜的。爹娘，孩儿不孝，可儿子没人脉，只有逮着机会不顾一切往上爬，才能扛着咱家翻身。这得多少钱啊？俺娘要是能天天吃上一口排骨，哪会病得这么重？住在人家总得干点活，不然俺脸上挂不住。这白花花的大米就这么扔了白杀了，俺要不炒个蛋炒饭吧？这是你做的？难喝。我要吃这个。这可是昨儿剩下的冷饭炒的，不好吃。再说俺都吃过了，还是喝汤吧，刚做的。我不管，给我，我就要吃这个。丹丹，你在吃饭？齐总，走。嘘。丹丹，好吃吗？慢点吃，别噎着。爸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炒饭，以前杨嫂做的饭难吃的要死，以后我要天天吃这个，让她给我做行不行？行，太行了！你想吃啥，爸都让他给你做。这几个月，丹丹吃什么吐什么，全靠营养液吊着命。这丁晓峰一来，他就能吃饭了，真让那王大师说中了。这冲喜真有用。小峰，这一桌子都是你做的？是俺做的。住在齐总家里，俺不能白吃白喝啊。要是齐总觉得味道还行，以后饭俺包了。不错，这味道比那5星级大酒店的大厨还地道。小峰啊，丹丹刚才吃的那个蛋炒饭，你再给我也炒一份，我也得尝尝。好嘞。香，真香，难怪丹丹爱吃。小峰，你有这么好的手艺，等过阵子你和丹丹成了亲，我出钱给你开个大饭店，怎么样？齐总信俺，俺肯定不让齐总失望。不过俺从没接触过生意，就怕干不好丢齐总的人。面子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。这段时间你就踏踏实实待在家里，把丹丹给我照顾好，多让她吃饭，听见没？行，齐总你放心，这事儿包在俺身上。小峰，你家里还有啥事儿没？俺得请一天假，回趟老家。俺爹娘还欠着一屁股债呢，俺得回去把计划还了。小峰，你这孩子倒是够孝顺。这样，我派个司机开车送你回去，再给你配个保镖。啊，还要保镖？俺回个村里要那玩意儿干啥？你现在是齐家的人，身价不一样，出行代表着我齐家，怎能掉了面子？再一个，你们丁家湾和刘家庄是丽水镇下面的吧？丹丹以前爱吃鱼，小峰，你这次回去和丽水镇的镇长个项目，帮我几个场，有啥不懂的多问问司机张翔。虽说冲喜这事儿不光彩，但这兜里有钱，
才有机会，才能带着爹娘过上好日子。村里人娶个媳妇儿生娃都烧高香了，等俺发达了，这些乡里乡亲的都带上一起去县城赚大钱。来，大家伙别光看着啊，来抽烟。俺的个娘哎！二狗子，这才几天不见，你这是踩着狗屎运发大财了？这小轿车，这衣服，发啥财啊？也就是混口饭吃。大伙一会儿都来俺家做啊，烟管够。借了俺家钱的亲戚也都来，今儿俺就把这饥荒连本带利都还清了。二狗子，你小子真他娘的出息了，这还带保镖了。爹娘，俺回来了，给大伙跑茶啊！二狗子，你这身行头哪来的？咋还坐上小轿车了？就是啊，二狗子，咱可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儿啊！爹娘，你放心，儿子这钱来路都是干净的，儿子以后还会赚更多的钱。乡亲们，前2天俺结婚，承蒙大伙照顾，凑了8万块彩礼。今儿人都齐了，俺就把饥荒1天都结清了。谁手里拿着欠条的，都拿出来吧。二狗子，你看这乡里乡亲的也不用钱，你慢慢还就行，不用着急这一天嘛。二狗子，这咋还多了1000块钱？王叔，俺家最困难的时候你借俺钱，俺二瓜子有了钱绝不拖欠。这1000是给你的利息。诸位乡亲们，感谢这么多年对俺老丁家的帮衬。俺二狗子都记在心里，这份恩情，俺二狗子指定还上。爹娘年纪也大了，还劳烦大伙以后多照顾照顾二老。那是，肯定照顾二狗子大妈。二狗子这小子做人是真行啊！要是让那巧云嫂子知道，不得毁断了肠子？可不，王巧云骨子里头就没那个富贵命。老丁，你蔫巴了一辈子，家里出龙喽！王巧云，这份屈辱你给俺等着。老子这就去赚更多的钱，让你后悔一辈子。爹，饥荒还清了，以后出门在外，谁也甭想再指着脊梁骨骂咱穷，咱走路能把头抬起来了。娘，这存折里有20万块，你们留着，先把咱家那漏雨的破瓦房扒了，盖个全村最敞亮的大瓦房。二狗子。这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你真不能干犯法的事儿啊！别是从银行抢来的吧？娘，你放心，俺这趟去城里是得了贵人看中，往后人家齐总还要给俺开大饭店，专门伺候有钱人呢。二狗子，齐总那是天上的龙，看中你是你的造化，到了人家那儿甭耍心眼子，听见没？听见了，爹，你跟娘放心，儿子懂。我替泪水镇的所有乡亲们感谢丁总这笔投资，带动我镇的经济发展。丁总真是年少有为啊！你放心，这几个渔场我肯定会落实下去。黄镇长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丁总留在这儿吃口饭再走吧。丁总还要回复齐总，就不劳烦了黄镇长了。小王，快！丁总的车应该还没走远，你快把这个包给丁长送过去。明白。张哥，麻烦再去趟刘家庄吧。咋，二狗兄弟，这都登上高枝了，还惦记着你那没过门的新祥子呢？那种势利眼的娘们儿，有啥好舍不得的？张哥，我不是舍不得，也不是不甘心。你回去干啥？讨个说法？讨说法？跟那种人渣讨啥说法？我只是觉得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得回去跟他们家做个了断。行，是个爷们儿。这事儿确实得有个了断，不然这口恶气憋在心里头不得劲儿。咋的？还惦记丁家那穷鬼呢？就是，那小子穷的叮当响，锅都揭不开。你跟着他是去喝西北风啊？啊，这么一闹，闺女的脸在全村都丢尽了，还怎么嫁人啊？隔壁村老李家10几亩地呢，娘这就去给你提亲，人家可是住大砖房的。妈，那离个
狗蛋长得跟癞蛤蟆似的，哪有二华子精神？二华子虽然穷，可人家说了，结了婚就带我去县城打工，能赚钱。赚个屁钱！打一辈子工能赚几个子儿？他老丁家穷了3代，那是穷算命。你听娘的，娘是为你好。你就是想拿我的彩礼给你宝贝儿子娶媳妇儿，你压根没在乎过我死活。这丫头片子，反了你了！老娘白养你这么大，养出个仇人来了。真他娘的晦气！二狗子那杀千刀的要回去了4万块，这下你哥娶媳妇儿的钱可咋整？巧云嫂子，俺听说丁家湾那个二狗子发洋财了。呸！那个穷鬼能发啥财？除非去抢银行。真的，俺刚从丁家湾过来，人家坐着大黑汽车回来的，一身名牌，手里拿的那个小盒子能照出人影，大伙发烟一包一包的发。他二舅子要是能发财，老娘就能上天。这车真气派，这是哪个大老板来了？瞅这派头，怕得是个大官啊！也不知道来咱这穷地儿干什么。看看人家这小轿车多气派，俺家闺女就得是这样的人才配得上。巧云嫂子，那二狗子人也挺不错的，老实认干。哼，就他，我呸！看看人家，就二狗子那一辈子的穷命，再给他3辈子也坐不上这小轿车。这不是丁家湾的二狗子吗？二狗子！你个小兔崽子，还有脸登俺家的门儿！你们欠俺家的4万块钱，留着给你们买药吃吧。从今儿起，咱们2家两清了。你骗回去吧，二狗子！我告诉你，俺家就不欠你的，彩霞人都让你睡了，你还好意思要钱？妈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啥时候有这事儿啊？你这婆娘嘴也没个把门的，胡咧咧啥？这么多人看着，娃的名声都让你搞臭了，以后咋嫁人？不是砸咱手里了？我都说了，钱不要就是不要。我问你，刘彩凤呢？丁二狗，你可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我家彩凤那是考出去的大学生，将来要嫁给城里大老板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惦记他？我没惦记你家彩凤，我是特意登门来谢他的。要不是他，我也认识不了城里的贵人。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，全是看在彩凤的面子上。丁二狗，你放屁！敢打俺家彩凤的主意，老子跟你没完！我就纳闷了，这么好的姑娘，怎么就生在你这种势利眼家里？你们也配当她的父母？我告诉你，二狗子，别以为你换了身皮，坐上人家的小轿车，人模狗样的，就不是穷货了。老娘就直说了，泥腿子穿上西装也是泥腿子。巧云嫂子，少说点吧。我刚从丁家湾那头回来，二狗子那是真发达了。哼，发达？呸！丁二狗，你给老娘说实话，这小轿车哪来的？一个穷光蛋一夜之间能发啥财？是不是偷的？是啊，二狗子之前2万都拿不出来，哪来的摆这架势？保不准真让巧云嫂子说中了，别是抢银行来的吧？咋的，二狗子不说话了？被戳穿了？你等着，老娘这就和村支书说这事儿，让他报警给你抓进去。本想和和气气的和他就此了结恩怨，还逮着俺不放了。丁总，丁总，您落东西了，这是黄镇长给您的项目批文。这人咋这么眼熟呢？我想起来了，这不是咱镇上黄镇长身边的那个王秘书吗？电视上见过。哎呦喂，我没听错吧？他刚才管二狗子叫丁总。丁总，实在对不起，都怪我粗心，耽误了您的时间。丁总，丁个屁！二狗子，你在哪儿找这么个狗腿子？戏演的怪全套嘞，在老娘面前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巧云嫂子，这话可不行说，这真是黄镇长身边的王秘书。什么王秘书？他丁二狗老娘看着他长大的，老娘还不知道他是个啥货色。这位女同志，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。今天下午，丁总亲自和黄镇长签署了推动整个雨水镇经济发展的合作意向书，这将带动包括刘家庄在内的4个村子上百人的就业。什么丁总？我呸！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？丁二狗，你别以为找个腿儿来演戏，老娘就会怕你。丁二狗，我告诉你，过几天隔壁村老李家就要来给彩霞提亲了，你就死了娶俺闺女的这条心吧。这位女同志，你这是恶意诽谤。丁总是溧水县的贵客，若是扰了丁总的心情，影响了项目推动，
信不信我立马让派出所请你去喝茶？还喝茶？你咋不上天呢你？你吓唬谁呢？俺收回之前的话，你那4万块钱，俺打算把这钱捐给镇上，支持税镇的扶贫政策。还扶贫政策？你就是个穷货，老娘没钱，我看你能拿老娘怎么的？村长，你可算来了！二狗子这小崽子在外面坑蒙拐骗，还找人冒充镇长的秘书，扰乱治安，你赶紧把他抓起来啊！小样儿，村长来了，你还不赶紧滚蛋！你个臭娘们儿，给老子闭嘴！你疯了，还帮着外村人打我！哎呀，王秘书，真是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这娘们儿脑子进水，不长眼的东西冲撞了您和丁总，我代他给您赔不是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丁大老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这疯婆子一般见识，她整天就知道胡咧了。谁想到二狗子突然就出息了，这巧云嫂子今儿可碰上硬茬子了。人家现在是丁总，是王秘书都得巴结的大人物。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把人扶起来滚回家去！别在这丢人现眼！他丁二狗就是个泥腿子，老娘儿子可是认识县头的大老板，你们黄镇长都不敢得罪老娘，你等着，等我儿子回来要你们好看！妈，这咋回事？你脸咋红了？是啥的，大帅，还不是那丁二狗在外头偷鸡摸狗，有了点派头，就敢来报复咱家了，他要打死我！好你个丁二狗！当初俺娘不嫌你家穷，把闺女嫁给你，那是看得起你。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就敢找人欺负俺娘，真当老子是软柿子你？这位同志，请你注意言辞。丁总可是和黄镇长签了合同，带着渔场合作社大项目回来的。你要是再胡搅蛮缠，干扰项目推进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叫派出所来人？王秘书说，你以为把黄镇长搬出来，老子就怕了？实话告诉你，老子县头认识的大老板，那可是给齐家做事儿的，给丽屿县承包了不少项目。齐家那是啥门第？就你们这帮泥腿子，动动手指头就能碾死你们！今儿这事儿你们不给个说法，老子跟你们没完！大壮这几年在县城里头混得不错啊。喂，李哥，是我大壮，俺娘受欺负了，就在刘家庄。对，对面那帮人还搬出来了黄镇长压人。对，他们还瞧不起李哥您这帮泥腿子。可不，据说就连黄镇长这样的老板都得客客气气的。二狗子，现在给你个机会，跪下给俺娘磕3个响头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不然老子一个电话让你在整个露水镇待不下去。你说你跟着的老板是给齐家做事，叫什么名字？你个给丁二狗开车的泥腿子，也配打听俺老板的名字？说出来吓死你！李哥，李天龙，那是我们这一片响当当的人物。李天龙，就那个在齐氏集团外头包工程的，连给丁总提鞋都不配的货色，也敢出来号称大老板？好的很。等李哥来了，你们别后悔，到时候可不是跪地上磕头那么简单了。喂，是木吗？我是张翔，立刻查一下公司有没有一个叫李天龙的，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。对，现在就办，我要看到处理结果。刘哥，你看他们还在那装模作样呢。李哥是什么大人物？这辈子他们这群泥腿子连给李哥提鞋都不配，还打电话吓唬谁呢？你们这群泥腿子以为老子是被吓大的？敢打俺娘，今儿老子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二狗子，老娘告诉你，今儿这梁子结定了，你不是混得好吗？行啊，不给老娘拿5万块钱医药费，你这小轿车就别喊强走。5万，娘，他都上门来欺负你了，5万哪够治惊吓的？就是啊，刘哥，5万块钱够干啥呀？干脆让这二狗子给咱10万，正好俺看中了县城车行那辆红色的小轿车，正好拿来给我练手。对，二狗子，给老子拿10万块钱现金，今天这事儿就私了，不然的话，老子让你在露水镇彻底待不下去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俺今儿来就想这事儿算了，也留个好印象。你们老刘家确定今儿要和我杠到底？咋的？怕了？哼！现在跪下磕头喊爷爷，再把钱掏出来，等李哥了，老子求情，说不定还能留你一条好腿。李哥，你可算来了！你看看，就这帮泥腿子，不仅瞧不起您，还敢打我娘！今儿全指望您给我们做主了。行了，你甭操心，在露水镇，
还没有我李天同摆不平的事儿。李天龙，你挺威风的，在骑士中团也没见你这么能耐。李哥，就是这小子，就是他刚才在这装模作样打电话吓唬我，你赶紧叫人弄死他！你个瞎了眼的畜生！你知道这位是谁吗？这是齐总的贴身司机张哥。张哥，我瞎了狗眼，有眼不识泰山。这事儿跟我半毛钱没关系，全是这瘪三糊弄我。你跟我赔啥罪？你手底下的货得罪的这位是丁总，齐总的乘龙快婿，齐家的姑爷。丁总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真不知道这事儿沾着您，半点都不知情。您放心，这事儿我指定给您办得明明白白，保准让您舒服。王巧云欠俺4万彩礼，死皮赖脸不还，还反咬一口讹人。妈了个巴子！老子倒了8辈子霉才认识你这没眼力见的蠢货！不管你跟丁总有啥过节，现在立马磕头认错！李哥，他就是丁家沟那穷鬼二狗子！再说了，小丽都陪你睡过了，你当初明明拍胸脯说要罩着俺的。哎呦喂，原来刘大成在县城混得人模狗样，是靠媳妇陪睡换来的，真够丢人现眼的。呸！啥玩意儿，把咱刘家庄脸都丢尽了，没皮没脸的东西！儿啊！你说啥？你再敢说一遍！老子啥时占你婆娘便宜了？不知好歹的玩意儿，赶紧给丁总磕头赔不是！有没有天理了？有没有王法了？仗着人多欺负俺们庄户人，欺负俺们穷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！别跟老子来这套撒泼耍混的把戏！老子道上混这么多年，啥无赖没见过？少废话，拿钱！4万，1分不能少！没钱就把你家这破厨房卖了，砸锅卖铁也得凑齐。那俺们一家子住哪儿啊？房子卖了，俺们睡大街啊！老子管你睡哪儿！半个月之内，4万必须送到丁总手上。要是见不着钱，老子一把火把你家这破房烧了，让你们一家子连大街都没得睡。娘，我早跟你说了，二狗子压根没打算为难咱家，是你贪得无厌，非要加彩礼赖账。现在好了，名声全臭了，谁还敢来娶我？我这辈子都让你毁了！闺女，你二狗子，咱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当初俺差点就成了你丈母娘，这事闹大了，外人看了都得笑话咱庄户人，给俺家留条活路吧。活路？当初你临时加价要2万彩礼，把俺娘的救命钱往死里卡的时候，咋没想过给俺家留条活路？二狗子算你狠！实话和你说，俺那4万块钱早就被俺儿拿去造没了，1分不剩，俺上哪凑去呀？村长，这4万块钱的事儿就交给你，我要是见不着这笔钱，刘家庄那渔场合作社的项目直接黄了，一拍两散。丁总放心，就算拆了这老娘们家的房了，扒了他的皮，俺也把4万块钱给你凑齐，1分不少。二狗子，你咋就这么心狠了？非要把俺家给他家破人亡才甘心是吧？别以为你现在有俩臭钱都了不起，跟周八公一个样，你半个荷包都比俺这4万块钱多，还跟俺计较这点儿。当初你讹俺的时候，咋不说大方点？你这是要逼死俺一家呀！俺上辈子是跑了你家祖坟了吗？这辈子跟你结这么大仇！别跟俺扯这些没用的，把4万块钱还了，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。要是还不上，张哥、丁总您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，保管办得妥妥帖帖。老邓，不用老子教你怎么做吧？乡亲们都在看着，你还不赶紧给丁总跪下磕头？难道真要把咱家房子拆了你才得劲儿？刘奎，你有能耐了敢打老娘？你让老娘一个长辈给二狗子下跪，老娘当初怎么就瞎了眼跟了你这个蹩脚种？臭娘们儿，要不是你非得讹二狗子钱，能有今天？好你个刘奎，当初这事儿你不也同意了？到临头了把事儿都推老娘头上，你个没端子玩意儿，老娘要跟你离婚！二狗。丁总啊，俺替着败家娘给您赔不是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原谅咱们这一回吧。丁总，您解气。半个月，
要是还不上丁总的钱，就等着老子带人拆了你房卖地吧。爹，我饿了，想吃小峰做的蛋炒饭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的乖闺女，想吃啥都行。爹这就给张翔打电话，问问小峰回村什么情况，让他赶紧回来给你做。张哥，停车！姐夫，哦不对，二狗哥。哎呀，你咋知道俺在这儿？正好路过这儿，恭喜啊，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，刘家庄可算飞出只金凤凰喽。就是运气好罢了。再说，俺爹娘那边怕是凑不出俺上大学的学费。学费的事你别愁，你爹娘要是真拿不出来，我给你付。那哪行啊？当初俺爹娘那样对你，俺都觉得对不住你，哪能花你的钱？传出去，人家该说俺被二狗哥包养了，多难听。对了，二狗哥，齐家人是真看上你了，你现在真是齐家的姑爷了。就是个倒插门罢了。说起来，这事还全仰仗妹子你从中给哥搭桥牵线。倒插门又咋了？能跟着齐家见大世面，比窝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强多了。一辈子待村里，啥盼头都没有。姑爷，齐总那边来电话了，有急事找你，让你赶紧回去。那二狗哥，你赶紧去忙吧，俺也该走了，回头有空再聊。行，你路上慢点，学费的事儿记着，别硬扛。彩凤，姐，你这是咋了？哭啥呀？妹子，姐完了，姐的名声全被咱娘给败坏了，往后在刘家庄，姐可咋有脸见人啊？姐，这话我直说，事儿闹到这步，根源还在你自己身上。当初二狗哥都上门接亲了，你要是铁了心要跟他走，娘再拦也拦不住你。俺知道，俺现在好后悔啊，肠子都悔青了。后悔有啥用？早干啥去了？平日里你也不是啥都听娘的，偏偏娘开口要多2万彩礼，你就乖乖听话了，这能怨谁？俺不就是寻思着多要点彩礼，在村里能有点面子吗？面子能当饭吃，二狗哥本来就有能耐，发达是早晚的事儿。这么明白的道理，你咋就拎不清呢？要换作是俺，就算娘拿棍子拦着，俺啥彩礼都不要，也得跟着二狗哥走。那姐现在能咋办啊？姐，家你暂时别回了，回去也是受气，还得被村里人戳脊梁骨。这段时间你就跟俺待在县城，找个小饭店打工，先把日子过稳了再说。小峰哥，大夫说我活不久。咋个回事？好端端的咋说这话？肠胃严重萎缩，没几个月了。你和我结婚的事儿，爹都跟我说了，这事儿不光彩，我对不住你。你家这么有钱，找遍好大夫，咋还治不好？我想吃蛋炒饭，我一会儿就给你炒一份，马上就好。姑爷，齐总让你去一趟书房，有要紧话跟你说。齐家是俺的大贵人，丹丹也是个好姑娘，有石经在手，俺肯定能治好她的厌食，绝不能让她出事。齐先生，您找俺。小凤，这次你回刘家庄的事儿，张翔都跟我说了，做得不错。多谢齐红成全，您是俺的大恩人。小凤啊，我找人看了黄历，后天是个黄道吉日，适合嫁娶。你和丹丹的婚事就简单办上几桌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齐总，那俺爹娘还有家里的亲戚，要不要过来参加婚礼？就别折腾你父母了。至于你家那些亲戚，往后就少来往吧。等以后有空了，你和丹丹回你老家，再补办一场简单的仪式，也未尝不可。俺明白了。丹丹这孩子，往后一日三餐多上点心，好好照顾她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你去厨房做饭吧。齐总，桂千金目前的身体状况还是以输营养液为主吧。最近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吃任何饭菜，以免刺激肠胃，导致病情恶化。丁检测到宿主烹饪鸽子汤，此汤可疗养胃疾，滋养气血。好想饿。快，
快给丹丹倒上一碗鸽子汤，难得我闺女想吃东西了。绝对不行！齐总，今天晚上桂小姐绝对不能吃任何东西。俺亲手做的鸽子汤咋就不能吃了？养胃的很。吃了你这碗汤，要是导致桂年金病情恶化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大夫，我女儿自打病了，快1年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了，就喝碗汤都不行吗？齐总，我是丹丹的主治医生，必须为患者的生命负责。现在靠营养液吊着，她还能勉强撑上几个月，一旦进食，肠胃负担骤增，怕是熬不过这个月底。丹丹，我的乖女儿，爹对不住你呀！医生，多活几个月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，我太久没想吃饭的欲望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念想，我想吃点东西。齐小姐，还是要遵从医嘱，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俺不懂啥医嘱不医嘱的，俺这鸽子汤是祖上传的手艺，俺将科学都喝好了。你们大夫看不好的病，俺这土法子说不定就能治。这位先生，齐小姐的病症，国内外专家都束手无策。你要是能治，诺贝尔医学奖我再给你颁一个。俺不懂啥诺贝尔奖，俺就知道俺做的汤喝下去人舒坦。你看他身上插满管子，又是输液又是扎针，并没氧化，人先被折腾垮了。唉，简直是对牛弹琴。别吵了，我不想听这些，我就想安安静静喝碗汤，行吗？慢点喝，小心别呛着。小峰哥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好喝，好吃，好香的汤。慢点吃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别噎着，不够咱再让小峰做。爹，喝了这汤，胃里暖乎乎的，好舒服。就一碗普通鸽子汤，气色怎么能好得这么快？太不科学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太不可思议了！医生，咋回事？是不是丹丹病情恶化了？齐总放心，不仅没恶化，各项指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，这简直是医学奇迹。先生，敢问您这鸽子汤里加了什么名贵药材？配方是什么？这背后的医疗价值简直无法估量。啥药材？就是俺老家的老法子，慢慢熬出来的。你别打这汤的主意，这是给俺小姐熬的。小峰这孩子真是丹丹的福星，当初只想冲洗，没抱一点希望。现在看来，丹丹这病说不定真有希望。医生，那丹丹以后能吃小峰做的饭吗？齐总，既然病人吃了有食欲，身体也在好转，就尽量让他吃。不过要定期复查，时刻关注身体状况。另外，先生，这汤能不能给我带点回去？我想研究研究。没门儿！丹丹，后天你和小峰就成婚了，你们俩也没好好说过话，出去走走，散散心吧。都听爹的。爹说后天我们就结婚了，娶我这么个病秧子，不后悔吗？后悔啥？结婚了，俺争取把你身子调理好，信俺。可我们才认识没多久，一点感情都没有，婚姻哪能这么儿戏？你说的是实话，咱俩确实没啥子感情基础就要结婚了。那小峰哥为啥还委屈自己？结婚不是该找个自己喜欢的人吗？俺们都是苦命人，没得选，这大概就是命吧。没得选？难道你也得了绝症？俺得的是穷病，比绝症还难治。所以，你入赘我家，愿意娶我这个快死的人，是为了钱，对吗？是，俺家穷，娶不起媳妇儿，俺爹俺娘还欠着债，但齐总给了俺机会，俺对了老天爷发誓，一定要把你身子养好，就算到时候你病好了要赶俺走，俺也不怨你。丹丹，小峰哥，你真是个傻子。村里人都这么说俺，但我不讨厌你。小峰哥，我有些累了，扶我回去休息吧。好，慢点走，小心脚下。爹娘，这口气你们就真能咽下去？那丁二狗把咱欺负成这样，咱就认栽？儿啊，不认栽能咋办？4万块，俺上哪凑去？这不是要俺的命吗？娘，我听村里人说，那丁二狗发达后给丁茂才两口们拿了20万，在家藏着呢。你是说去跟丁茂才要钱，要那4万块？啥叫要？那叫借。
再说了，当初是丁二狗先撕毁婚书，是他对不起咱家，俺妹子名声都毁了，不该赔精神损失费，这钱他家就该出。丁茂才那人窝囊是窝囊，可这事儿咱做的不地道，把人得罪死了，他能给咱钱？爹，你姐夫不是丁茂才他哥吗？让他去开口，就说借10万，要来给咱分2万，剩下的俺和小丽盖房，他肯定愿意。借来的钱不得还，他又不傻。还个屁！丁茂才好面子，他敢跟他哥要债，他丢得起那人。这事要是被二娃子知道了，可咋整？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？他远在城里，上哪知道去？知道个屁！他爹，这才几天，你就把二狗子给的钱借你哥8万块，那是俺儿拿命换来的钱，给咱盖房的。等二狗子回来，房子没盖，钱没了，他不得埋怨死？他敢，俺是他老子，他敢跟我瞪眼睛，钱给了俺就是俺的。再说，他现在当了倒插门，跟齐家姓了，眼里还有咱这个家，还在乎这点钱？你咋这么说话？要不是咱家穷，娶不起媳妇儿，二娃子能去给人倒插门？你现在拿着他的血汗钱充大尾巴狼，好意思？穷咋了？穷也不能丢了脸面。他给有钱人当儿子，让俺在村里抬不起头。等他回来，我非打折他的狗腿。你还好意思说脸面？以前谁正眼瞧过你？现在村里人都知道你儿子发达了，村长都给你敬烟，这脸面不是二寡子给你的，你还敢打他？我先把你腿打折。妇道人家懂啥？懒得跟你犟。没胃口吧？忍忍，晚上回去，俺给你炒你爱吃的蛋炒饭，再炖鸽子汤。小峰哥，我到现在还没法接受我们已经结婚的事实。俺懂，咱认识时间短，不熟，慢慢来。我会在剩下的日子做好妻子的本分，只是夫妻之间那些事儿，我现在还接受不了。俺懂，俺不逼你，都听你的。谢谢你，小峰哥。客气啥？你都是俺媳妇儿，俺疼你是应该的，叫声老公听听。臭德行，谁是你媳妇儿？我可叫不出口。小峰，你跟我进屋，有件事跟你说。今晚你就住丹丹房间，你们已经成婚，该办的事儿得办了，把房圆了再说。今晚就圆房？丹丹她身子还弱着呢。我跟你说正事儿，不是开玩笑。你是齐家女婿，丹丹是你妻子，这是责任。俺知道是责任，可她身子那么虚，俺怕她受不住。就是因为她虚弱，你才更要好好照顾她，守着她，尽丈夫的责任，明白吗？好吧，俺听您的。进。小峰哥，有事吗？齐总，也就是咱爸，让俺今晚睡你这儿。能不在一个床上睡吗？没事，俺睡地上就行，不占地方。那委屈小峰哥了。啥委屈？俺以前在老家柴胡垛都睡过，这条件好得很。俺先回二楼洗个澡，马上回来。梁爷，对不住，俺没关门，没留意您过来。洗澡也不关门，当家里就你一个人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小峰这苦大力，身段真不错啊。小峰啊，坐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梁姨有啥吩咐？您说。我问你，你当初答应入赘齐家，是冲着那30万块钱，还是冲着齐家的家产？齐总给俺机会，帮俺娘治病，帮俺家还债，俺是来报恩的。从没惦记过齐家的家产，最好是这样。我告诉你，家产再怎么轮，也轮不到你一个上门女婿。我还年轻，以后要是生了儿子，齐家的一切都是我儿子的。放心吧，姨，俺没那心思。就凭你一个乡下厨子，还想闯出啥名堂？别以为给丹丹做2顿饭就有用，她那身子，大夫都说没救，你心里别打啥小算。姨，照顾丹丹是俺的本分，没啥事儿，俺先下去了。这糙汉子。身子骨倒真结实。堂姐，还有各位叔伯婶子，你们咋来了？在这儿蹲半天了。哎呦，二狗子，可算等
等着你了，俺们在这等你大半天，腿都蹲麻了。可不是嘛，想进大门，结果这家里女人拦着不让进，把俺们晾在太阳底下，好歹是你亲戚，这叫啥事儿嘛？这里是齐家，不是俺家，你们咋找到这儿来的？你现在是齐家姑爷，这儿就是你家，自家人来了还能不让进门？再说大老远从乡下跑来，一口水没喝，你总得管顿饭吧？二狗啊，现在可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出门坐小轿车，还有保镖跟着，成大人物了。俺们都替你高兴，可不是嘛！以前在村里穷的叮当响，现在一步登天，成城里阔姑爷了，真有出息。二狗子，倒插门这事儿也不跟你天娘商量一下，十里八乡的都说你为了钱连祖宗都不要了，你爹都在村里抬不起头来，被人戳脊梁骨呢。俺爹咋抬不起？俺家都穷的娶不起媳妇儿，俺娘的病也没钱治，能咋办？你拿钱给俺娘治病盖房？你这丫头别乱说话，二狗子也是没办法，咱村人都懂，没谁在后头乱嚼舌根。行，这话咱不说了。俺问你，是不是你给你爹娘拿了20万回村盖大房子？俺爹娘那房子漏雨不能住了，给他们钱盖房应该的。哎呦，二狗子，你可不知道，俺跟你姐夫还挤在小破屋里，你外甥都老大了，一家5口挤一个炕，日子过得苦得很。穷日子难过，一年到头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小峰啊，你是婶子看着长大的，你现在发达了，可不能忘了乡亲人啊！大家伙都眼巴着你带俺们赚钱呢。俺就是个厨子，就会炒菜。现在村里要是种点果树、蔬菜，俺倒是能帮着联系销路，帮你们卖出去。说的轻巧，买种子肥料不要钱，万一种不好全赔了，俺们可亏不起。二狗子，你手里现在还有多少钱？先借俺点呗。真对不住了姐，俺1分钱没有，都给俺爹娘盖房了。你可别跟俺装穷，你跟着大老板手里能没钱？俺家房子实在住不了，想拆了重盖，还差10万块，你先借俺用用。反正你现在跟着大老板吃香喝辣，也不差这点儿。不差就得借。咋，10万块都舍不得？你现在开小轿车带保镖，连自家亲堂姐都不帮，二狗子，做人不能这么忘本吧？俺忘本，俺的钱是靠给人炒菜伺候人挣来的，1分1厘都不容易。你们张口就10万8万，钱是大风刮来的。你少给俺赖着套！你老丈人那么有钱，你还哭穷？大家都是亲戚，借点钱周转咋了？你发达了，总得让亲戚沾点光吧？小峰啊，你表弟出去打工，腿摔断了，现在说媳妇儿，女方要8万彩礼，俺实在拿不出来，你看能不能借俺8万？总不能让你表弟打一辈子光棍吧？俺当初娶媳妇儿凑彩礼给俺娘治病，你们这些亲戚谁借过俺家？现在倒舔着脸找上门来借钱。你这孩子咋说话呢？都是亲戚，10万8万对你来说就是小事，咋这么抠门？你表弟娶不上媳妇儿，你这当哥的脸上有光？各位离开，不要在这儿纠缠，否则我们不客气了。二狗子，你别走！俺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就这么大把俺们空手回去？你老丈人家那么有钱，怎么就不借给我们点应急？二狗子，我告诉你，村里人都在骂你，是俺们帮你说话。俺们要是回村跟村里人一说，你的名声就臭了大街了。白眼狼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，你就这么和长辈说话的？小峰啊，俺们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，面上也不好看，拿个几万块钱凑合一下也行啊。都是亲戚，以后总不能不来往吧？我们可是亲骨肉啊，你不能这么狠心。就是你个白眼狼，发达了就不认人了。我丁小峰把话放这儿了，俺没钱，就算有钱也不可能随便借。张口就10万8万，你们当他妈老子是财神爷？滚！我就知道你这些穷亲戚找上门，除了借钱，啥本事没有。咋没借到？闹了一顿？梁姨，碍着您眼了，俺让他们走了，以后不会再来了。最好是这样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也好意思往齐家凑。下次再让他们来闹，我可不会客气。小峰，手头事儿放放，来我书房一趟。今天你那些亲戚上门借钱的事儿，梁倩都跟我说了。齐总，对不起，不怪你，我也是穷苦出身，知道穷日子难，人穷了就容易急着攀附，想着一步登天。但你要记住，这种口子一旦开了就是无底洞。今天借了，明天还有人来借，永远填不满。放心吧，齐总，小峰明白的。你不用担心村里人嚼舌根，面子是自己挣的，
不是靠别人说的。我给你看了个小门面，过段时间你先开个小饭店练练手，慢慢做大。真的，谢谢齐总，俺一定好好干，不辜负您。过几天你带着丹丹回趟丁家湾看看你爹娘，也看看房子盖的咋样。毕竟是亲家，总得见见面。齐总，您对俺这么好，俺真不知道该咋报答你。好好照顾丹丹，把她身体养好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俺给了爹娘20万，咋就盖了一半？钱不够，不能啊！难不成？李叔，俺家这房子咋盖一半停工了？干活的瓦匠、包工头人呢？你一点风声没听见？你大伯跟你那个堂姐把你爸手里10几万盖房钱全要走了，没钱开工去，包工头早带着人撂挑子跑路了，听说还欠人家一屁股债呢。啥？真敢干这种缺德事儿？小峰哥，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火气？没事，你别操心。二狗子，这是你娶的城里媳妇儿，长得真俊，就是身子骨精瘦。二狗子，你咋突然回来了？也不提前捎个信儿，这闺女也太俊俏了。快进屋坐，一路坐车累坏了吧？娘这就给你生火做饭。先不进屋。爹娘，你们跟我说实话，这房子盖了一半怎么不盖了？要是下大暴雨，这房子敢住人吗？你吼啥？这么多乡亲看热闹不嫌丢人，有啥话进屋关上门说。张哥，你开车带丹丹在周边转转，看看风景，晚点我再喊你过来接我。二狗子，这是你媳妇儿，又不是外人，一块进屋歇着啊。她叫齐丹，我媳妇儿。俺带她回来看看咱家新房子，你们给俺折腾成这样，你让人家咋想？让全村人都看咱家的笑话。我没事儿，我不嫌弃。张哥，你去后备箱把我带的礼品搬下来，第一次登门也不能空着手，给二老带了点东西。二狗子这命好啊，娶个天仙似的媳妇儿，可不咋的。他老丁家祖坟冒烟了。二狗子，儿媳妇儿，快进屋坐。爹娘，你跟我说说咋回事？20万，现在倒好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，你们就打算这么将就凑合着？还不是你爹死要面子，你大伯要走8万。前2天你堂姐丁小丽骗我们说给包工队工钱买材料，结果给他5万块钱，到了他手就出不来了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连夜跑了。咋全怪俺？我哪知道都是亲戚？那丫头憋着坏，以为是来帮忙的，结果拿着咱家钱去给自己盖房子去了。这么大一笔钱，你们半点不上心。早知道我当初就自己找人回来盖房，压根儿不用你们瞎操心。还不都赖你？前2天丁小丽是不是去城里管你借钱去了？你要是借，他还能打俺们手里这钱的主意？有钱了不应该接济一下亲戚？六亲不认，说啥？你意思这事赖俺？不赖你赖谁？连门都没让你趟再进，找了个有钱老丈人，就嫌弃老家，嫌弃亲戚，丁家咋养出你这么个忘祖的玩意儿？他爹，你说啥呢？满嘴胡咧咧！我儿咋就忘祖了？他不认爹，20万咋不给别人呢？窝囊一辈子只敢窝里横，吼我儿子，咋不出去把钱要回来？丹丹，屋里太呛，你待着难受，我让张哥开车带你去村口清水河逛逛，透透气。我处理完家里的事儿就给你打电话。小峰哥，有啥事你和叔叔阿姨好好说，别吵架。俺知道，你赶紧出去透透气。爹，就因为俺老丈人有钱，我就该借钱给这帮亲戚。人家齐家的钱也是辛苦挣来的，凭啥给俺拿去填窟窿？你老丈人的钱将来还不是你的，帮衬下自家亲戚咋了？前2天丁小丽带一堆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来找俺，张口就是10万8万的，当俺是印钱的。这些年咱家穷的叮当响的日子全忘了，才过几天好日子，真以为发洋财了？二狗子说的没错，你个烧包装什么穷大方？俺告诉你，这钱你怎么借出去的？怎么给俺要回来？真让俺下辈子在这破房子过。要去你去，俺不去。都是亲戚，现在要钱，以后俺在丁家湾还住不住了？俺这张老脸不要了。往外借钱的时候你穷大方，咱没想过能不能要回来。都是亲戚，人家求到俺头上了，俺能拉下脸不借？二狗子当了倒插门，把俺脸都丢结了，俺不得给他挽回点名声？够了，俺要什么面子？你自己都住这破烂房子，里子都没了，你要什么面子？
这钱我丁小峰指定得要回来。二狗子，你手里要是还剩点闲钱，先给包工队把工钱结了，好歹把新房盖起来。俺哪还有钱？娘，你真当是印钞机要钱来钱？得，你那窝囊爹死要面子不去，俺去，俺不信欠钱的还有理了。娘，不用你去。爹，你现在跟俺去青山镇要钱去，他家盖房子关俺家屁事儿。青山镇那么远，俺咋去？这么多年不走动，现在要钱还不被人笑话？姑爷，家里的事没谈妥啊。俺那窝囊爹把盖房子的钱都被亲戚骗跑，这钱必须得要回来。齐总公司有专属法务律师，直接起诉他们诈骗，给他们送进去。小峰哥，我现在就联系公司律师，让他们明天一早就过来，我们一块儿县城法院办手续。就这么办。爹娘，你们在上面签字，按手印就行。二狗子，你疯了！你要告你亲大伯、亲堂姐！他们从咱手里骗那么多钱，不起诉这钱咋要回来？绝对不行！告亲戚以后还咋走动？十里八乡的人不得笑话死咱老丁家？走动？俺就没想过和他们走动。从你们手里把盖房钱骗走，他们当咱家是亲戚了。二狗子，那是你亲大伯！爹，这钱你自己吃了喝了，俺半句废话没有。可你这白白便宜外人，咱老丁家穷了几辈子，好不容易有翻身的机会，你非要把好日子做没？俺不签，俺丢不起这个人。你这么有钱，再拿20万出来，房子不就盖好了？非要揪着自家亲戚不放。俺把自己卖了才拿了20万，你看俺还值几个钱？我再问你，这字签还是不签？签，我签行了吧？二狗子，你这一上诉，咱老丁家可是在十里八乡出了名了，往后净等着被人戳脊梁骨笑话吧？怪谁？你今儿开了这个，以后手里头有点钱就被借走，你自己的日子过不过了？丁小雷、丁茂山在家吗？我们是青山镇法院工作人员，给你们送法院传票。啥？传票？这是谁把俺们告了？丁茂才夫妇委托儿子丁小峰起诉你们诈骗盖房款，共计13万。3天后到县法院开庭审理。大哥，这钱是俺叔自愿给俺的，凭啥告俺诈骗？是俺上诉。二狗子，俺可是你亲堂姐啊！你把俺告上法院，不是让十里八乡看咱老丁家的笑话吗？你们跑回丁家湾骗走俺爹娘盖房子的血汗钱时，咋没想过丢人？你们做初一，就别怪俺做15。二狗子呀，要钱咱就商量要钱，你咋能闹到法院去？俺们以后在青山镇还咋活？不上诉也行，还钱13万，1分不少。钱都买砖买水泥了，全都花光了，俺们手里哪还有闲钱呀？这位女士，一旦法院判决你们败诉，会强制执行。你们这批建房建材会被依法拍卖，你们还要承担本案的阻力拒费、律师费。老天爷啊！咋摊上这么多黑心亲戚啊？为了10几万告亲大伯、亲堂姐，还有王法吗？俺不活了，让俺死了算了。俺就说他家咋突然有钱盖新房，原来是骗亲戚的钱，真不要脸！可不是嘛，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，骗老实人的盖房钱，活该被告。2条路，要么还钱，要么等待自己选。大侄儿，你真就这么狠心，一点情面都不留？大伯，俺爹的房子盖到一半，风吹日晒，连个棚都没有。你们骗走钱盖自家房，到底是谁狠心？行，丁二狗，你找个有钱老丈人开小车带保镖，现在还带律师来整俺们。我告诉你，这钱俺就是用来盖房，你看着办，大不了俺这条老命抵给你。二狗子，你媳妇儿家那么有钱，把个汗毛都比俺要粗，见不点能咋地？俺们穷怕了，就想过几天好日子。少扯那些没用的，3天后法院见。多谢2位今天跑这一趟，辛苦你们了。这个案子麻烦一定跟到底，俺不是在乎钱，俺是要讨个公道。不客气，
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，一定会依法处理。小伙子，亲戚之间闹到法院，终究上上面，能私下解决还是私下解决好。私了可以，把13万还了就行，俺就给他们3天时间。俺大伯估计没啥好事儿。小峰哥，接吧，躲是躲不过的，听听他想说啥。要不你替俺接，他要是不讲理，你直接挂了就行，俺忙着切菜。大志，你咋不接电话？真打算不认俺这个大伯了？我不是丁小峰，他在做饭，有事我帮你转告。哎呀，是侄媳妇儿啊！你瞧瞧，你们结婚也没通知俺们，俺这当大伯的连杯喜酒都没喝上，这也太见外了。你有事直说，不用套近乎。侄媳妇儿，你跟小峰说说，跟法院撤了诉状行不行？这官司一打，俺们丁家在镇上就彻底抬不起头了。不管咋说，俺都是小峰的亲大伯，他不能这么狠心啊！小峰说了，没钱还就拆房凑钱，没事的话我挂了。你这个女娃咋这么狠心？不就是几个钱吗？你们家那么有钱，8根汗毛都够俺们盖房了，你咋不替婆家出钱，欺负俺们乡下人是不是？哎呦喂，这小娘们跟第二狗一个德行，说挂就挂，一点情面都不留。爹，这可咋办啊？3天后真要上法院，那13万里还有5万是帮王巧儿家借的，全让俺们还，俺们亏死了。丁二狗不是横吗？走，去丁家湾带上祖宗牌位。俺就不信他敢当着祖宗的面跟俺们硬扛。爹，你的意思是？大不了俺这张老脸不要了，他下跪认错，丁二狗丢不丢得起这个人？时间真是神了，丹丹这身子一天比一天好，越来越带劲儿了。小峰哥，你学坏了啊！偷看我洗澡，小心我挖了你眼珠子！啥偷看？你是俺媳妇儿，看两眼还不行？丹丹，你真好看。现在才发现，晚了。唉，承蒙齐总看得起俺，俺以后拼命赚钱，开饭店，当大厨，早晚配得上你。小峰哥，你想跟我去民政局领证吗？领不领都行，再说真要领也得按齐总点头同意。那如果等我病好了，我们家过河拆墙把你赶出去，你咋办？俺不怕，俺就不信除了俺做的饭，你还能吃得下别人做的。大不了俺去大酒店当厨子，照样吃香喝辣。丹丹，俺想……小峰哥，你想啥呢？不准瞎琢磨。小峰哥，干嘛？丹丹，睡觉吧，俺怕控制不住自己，做了混事。小峰哥还真是个老实。丹丹，你咋了？脸那么红。没事，就是有点热。哦，小峰哥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身子彻底好了，我把一切都给你。俺等你，多久都等。钱俺我们还了，这回你满意了吧？赶紧去法院撤诉。二狗子，你可真毒啊！俺们现在出门都被人戳脊梁骨。还了多少？还了，你大伯还了3万块，这下能接着买材料盖房了。13万，1万都不能少，还差1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二狗子，你娘都说话了，够盖房子就行，你赶紧撤诉。二狗子，你非得让乡亲们看咱老丁家笑话是不？赶紧撤诉，大家都是亲戚，置气什么？就是你想让咱老丁家被全村人笑话死吗？哎，你看小峰这孩子也不依不饶的，都是亲戚还给亲大伯告了，可不咋的。要我说，这人越有钱就越抠门的很。这老丁家祖上几代都本本分分，你说咋出了这么一个六亲不认的白眼狼呢？你们说撤诉就撤诉，把法院当你家的使唤丫头。你个开车的，俺们家的事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是丁总的司机，保护丁总，
管你们的破事儿。怎么，想练练？乡亲们都看看，俺丁茂山今儿个当着丁家祖宗的面给我家大根子跪下了，俺一个长辈给他下跪了。小凤，是大伯不对，大伯以为小时候抱过你，没少帮衬你家，你多少会念点大伯的好。得，你放心，以后大伯再也不敢跟你这有钱人攀关系。求您高抬贵手，别赶尽杀绝，给俺们一条活路，成不成？大哥，你这是干啥？快起来，起来，快钱俺不要了，1分都不要了！你这不是生生扇俺的脸吗？他二狗子都把俺告到法院了，丁家的脸早就丢尽了。二狗子，那是你亲大伯，你个不孝的孽种，赶紧去法院撤诉！你这是要把爹的脊梁骨戳断啊！二狗子，你非得逼死俺爹吗？他都给你跪下了，他是你亲大伯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婉儿，算了吧。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，别把事儿做绝了。听娘一句劝，咱撤了吧。二狗子，你可是老丁家的种，咋能干出这种忘祖的事儿？二狗子，你进趟城傍上有钱人，咋就变成这冷血模样了？把咱丁家老祖宗的脸都丢光了。那几万块对你来说算个屁呀！他大伯，快起来，跟这不懂事的小辈儿道啥歉？不值当！丁茂才，你是咋教育儿子的？养出这么个歹毒的种！李说这是小钱，你今儿替他把13万还上，俺立马撤诉。张叔，那你替他还。二狗子，大伯还是把你想的太好了。你呀你连祖宗都不认了，俺这张老脸都豁出去给你下跪了，你还想怎样？祖宗啊，都是俺丁茂才的错，是俺生的是不孝孽种啊，俺对不起列祖列宗啊。二狗子，那钱你给了俺就是俺的，俺做主了。你大伯这钱俺不要了，1分都不要了。说完了。二狗子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俺家都这样了，你还不松口？13万，1分不少。不还的话，明天跟我的律师去法院说吧。二狗子，哪有13万？俺们就借了8万，剩下5万全被那刘家庄的王巧云要走了。啥？还有王巧云的事儿？你再说一遍，那5万块钱给谁？还是那王巧云。前2天他找俺家哭穷，说你要拆他家房子拿不出4万块钱，俺爹心软就拿5万给他了，凭啥13万都让俺家还？剩那5万你找王巧云要去。丁茂山，你缺德带冒烟的！俺家二狗子的钱，你转手就借他败家老娘们儿。俺家二狗娶完媳妇那会儿，你咋不说帮一把？怪俺！王巧云说她闺女名声被儿子毁了，嫁不出去了。俺想着帮二狗子挽回这名声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帮一把是一把。还有这档子事儿？王巧云那老娘们儿讹了二油子彩礼钱还不够，还骗丁山的钱，可不是嘛？丁茂山也是个糊涂蛋，啥人都敢借。哼，丁茂山可不糊涂，是耍无赖的好手。钱从你们手里借出去的，俺只看这13万块钱，拿不出来，明天法院见，该咋判咋判。俺去要钱。爹，王巧云的破命啥德行你不知道，他们把吃进去的钱吐出来，俺们要不回来的。他欠俺的钱，凭啥不还？今儿个就是把王巧云家拆了，俺也得把那5万块钱要回来。那个小峰啊，王巧云那老娘们撒泼打滚是一把好手，你得帮俺说句话啊。那是你的事儿，跟俺没关系。是，俺自己要。不还钱撒泼的时候，咋没想过今天？你就是要回来那5万，还不上剩下的，等法院判吧。王巧云，你给俺出来！丁茂山，你咋来了？你个老东西，跑俺家来干啥？找事儿是吧？王巧云，你少跟俺装蒜！俺借你那5万块钱，今儿必须还了！俺啥时候给你借过钱？丁茂山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，跑到俺家来讹钱？你放屁！前2天你带着刘大帮去俺家，说丁茂才发财了，让俺帮你借5万。俺咋不知道？有本事你把欠条拿出来啊！
拿不出来就是诬陷。欠条，你当时夸俺说丁茂才肯定不敢管俺要这钱，俺哪来的欠条？丁茂山，再敢在俺家门口胡说八道，俺就喊人了，说你耍流氓。刘大壮，你个小崽子，还是不是人？俺看你是找打。那丁茂山咋跟巧云嫂子吵起来了？听说巧云嫂子借了丁茂山5万块钱，现在不认账了。啥？难不成巧云嫂子是借丁茂山的钱来还二狗子的那4万？你个小兔崽，打死你个狗日的！呸！你个老不死，敢跑俺家大门前来撒野！哎，丁茂山，你敢打儿子，俺跟你拼了！住手！再动手我就报警了！借俺的钱不还，还操家伙！俺跟你狗日没完！俺怕你！呸！有本事你去告俺啊！俺倒要看法院你还是耍！你等着，这就去法院告你！告啊！你去告啊！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就是诬告，俺还反告你诽谤呢！王巧云，当初丁茂山借你的5万块钱，是俺爹盖房子的钱，算上之前欠俺的4万，一共是9万块。丁二狗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少掺和。要么还钱，要么等法院的传票，你选。俺没钱，丁二狗，你别以为你傍上了富户，俺就怕你，俺不吃你这一套。就是，没钱，有本事你把俺们一家都抓起来。王巧云，前天你还给俺炫耀刘大壮买了新摩托，你没钱哪来的摩托？那是俺自己的钱，俺想咋花就咋花。行，那等着睡大街吧。告啊！你们尽管去告，俺倒要看看法院能把俺咋地。俺家就这土土屋，啥值钱的都没有，法院还能把俺们赶出去不成？就是，俺们家一穷二白，啥都没有，看你们能咋地？小云嫂子这次怕是要栽了，二狗子现在可不是以前的二狗，他有的是钱跟他耗，可不是吗？当初他要是把那4万块钱还了，也不会有今天这事儿。呸！我看他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他再横能横得过法律啊？丁二狗那个挨钱刀的，非要给俺过不去，还有丁茂山那个老东西也跟着凑热乎劲儿。现在咋办？丁二狗要真的告俺们，俺们家的房子要是被法拍了，俺咱们住哪儿啊？怕啥？俺就不信了，他丁二狗还能真把俺们赶出去不成？拖个把月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刘哥，俺看上的那貂皮大衣啥时候给俺买啊？买，这2天就买。丁先生，你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我们会依法追加王巧云、刘奎、刘大壮为本案共同被告。明天我们会派人去刘家庄给他们送达传票和强制执行通知书。多谢法官。同志请放心，我们会依法办事，你们先回去等通知吧。谁呀？大清早的就来敲门。王巧云、刘奎、刘大壮在家吗？我们是青山镇法院的，现依法向你们送达强制执行通知书，因你们先后贪欠丁晓峰共计钱款9万元，且拒不履行还钱义务，本院将依法对你们的财产进行查封、拍卖。啥？强制执行？俺不欠他钱，俺不欠。你们凭啥查封俺家的房子？俺们没欠钱，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。俺不配合，这是俺家的房子，你们不能查封。谁要敢去俺的房，俺就跟着这拼命！老天爷，没天理了，有人要抢俺家的房子了，不活了，死了算了。把他拉开！你们敢动俺娘，俺跟你们拼了！暴力抗拒执法，涉嫌妨害公务罪，现依法对你进行拘留。你们放开俺！俺要告你们！你们滥用职权！放开儿子！你们这群天杀的，让不让俺们农村人活了？你们放手，否则你也处理。王小云，本院现依法查封你位于刘家庄的房屋及屋内所有财产，限你在3日内搬离，逾期不搬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清场。
求求你了，别查封俺家的房子，俺们一家就这一个住处，要是被查封了，俺们就没地方住了。法律规定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只要你们还清欠款，我们立马解除查封。电视机1台，冰箱1台，洗衣机1台，摩托车1辆，家具若干。活该！当初讹丁二搞钱的时候，咋不想想今天？可不是嘛，这就叫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现在知道哭了，早干啥去？人家二狗子都打算放他一马，3番5次的作死。这些财产将被依法拍卖，拍卖所得用于偿还欠款，如有剩余，将返还给你。这是俺家的电视机，你们不能搬走，俺才刚买没多久。请你配合，这些财产已经被查封了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置。俺的电视机，俺的冰箱，俺的家。云总，俺错了，俺知道错了，你大人有大量就罚我慈悲饶了，俺再也不敢了。丁总，俺的钱都给俺儿子结婚成家用了，要不你宽限俺家1年，俺家一定把这9万块钱还给你，俺对天发誓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是知道自己完蛋。小丽，你这是干啥？干啥？收拾东西走人。小丽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，大壮咋办？俺们家咋办？咋办？刘大壮这个废物，跟着他俺倒了8辈子霉，现在房子被查封了，家也被搬空了，俺还留在这干啥？跟着你们喝西北风啊！小丽，你再等等，等大壮出来，俺们一定想办法把钱还上，把房子赎回来。还上？拿啥还？你们家现在啥都没有了，拿命还啊！俺可不想跟着你们一辈子受屈。小丽啊，俺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可你和大壮都快结婚了，你现在走了，算咋回事啊？结婚？结啥婚？俺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看上刘大壮那个窝囊废。要不他整天吹牛皮，说自己认识这个认识那个，俺能跟他？那好了，他被抓进去了，家也没了，俺还跟他干啥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当初你花俺家多少钱，吃俺家多少饭，现在俺家落难了，你就拍拍屁股走人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良心？良心能当饭吃吗？黄小玉，你也别跟俺说这些。当初你拿丁二的彩礼钱给刘大壮买摩托车、盖房子的时候，咋没想过？咋没想过良心？现在你又知道良心了。王小丽，你个贱人，你走了就别再回来，俺家不欢迎你。行了，别骂了，骂也没用，人都走了。俺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儿子被抓了，儿媳妇也跑了，家也没了，俺活着还有啥意思啊？这下全完了，房子被查封了，小丽也跑了，俺这辈子算是毁了。现在宣判，被告人王巧云、刘奎、刘大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丁茂山钱款5万元及利息，偿还丁晓峰钱款4万元及利息。被告人丁茂山、丁小丽于本判决生效起10日起偿还原告丁晓峰欠款8万元及利息，如逾期不履行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。8万，俺都盖房了，哪还有8万啊？俺们真的没钱啊！如果你们对判决不服，可以在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10天内把这8万块钱还了，事儿就算了。还不上，王巧云家什么下场你们自己清楚。小峰啊，俺错了，你再给俺一次机会吧。10天，俺真还不上呀。和我有关系。真是个混蛋，俺咋就那么糊涂啊？为了那点钱，把亲戚都得罪光了，俺对不起丁家的列祖列宗啊！丁茂山，有人来看你了。谁呀？大哥，俺给你带了点吃的。弟妹，俺对不起你，俺对不起二狗子，俺不该骗你们家的钱。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，你在里面好好反省，出来以后好好做人。那8万块钱，二狗子说了，只要你以后不再干这种糊涂事儿，他可以慢慢让你还。二狗子，他真的这么说？嗯，二狗子也不是那种绝情的人。俺会啊，俺真的会啊，以后再也不干这种缺德事儿了。王巧云、刘奎，请你们立即搬离此处。该房屋已被依法拍卖，新房主将于今日接收。法官大人，求求你了，再给俺几天时间，俺一定想办法还钱。俺们真的没地方住啊，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。你多了呀！俺不搬，这是俺的家，你们不能赶。
走！求求你们了，再宽限几天吧，俺们真的没地方去啊！这是法院的判决，必须执行。俺的家没了！现在知道库朗这讹钱的时候多嚣张，就是，这都是他自找的。这下好了，真的无家可归了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撒泼。娘，这是咋回事？咱家的房子咋被封了？大壮，咱家的房子被拍卖了，俺们没家了。啥？拍卖了？咋会这样？法院强制执行了，俺们没钱还，房子就被拍卖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都怪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要不是你非得娶王小林的败家娘们儿，俺们家也不会变成这样！你个窝囊废！怪俺！要不是最开始你非要让第二狗加2万的彩礼钱，俺们能落到这个下场？你干嘛啊？俺打死你这个不孝子！受够了！跟你们在一起，俺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。俺走了。刘大壮，你个白眼狼！你走了就别再回来！俺没有你这个儿子。行了，别骂了，现在说啥都没用了，先找个地方住吧。住哪儿啊？俺们啥都没有了，能住哪儿啊？只能先在那儿凑合着住了。小峰哥，别想了，都过去了。俺就是觉得挺没意思的，当初俺拼了命想出人头地，让俺爹娘过上好日子，谁能想到最后闹成这样？姑爷，你这事办得太漂亮了，换个人被亲戚这么一逼，早就妥协了。也就你拎得清不拖泥带水。心软有啥用？心软只能让俺八娘继续住破房子，让耍无赖的蹬鼻子上脸。俺算是看透了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喂，齐总。张翔，小峰那边的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没出什么乱子吧？齐总，您猜猜这事儿姑爷是咋办的？哦，齐总，姑爷直接去法院追加了被告，法院强制执行，直接把那几个欠钱的无赖流氓送进去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果然没看错人，人不狠，站不稳，成大事者就得有这份魄力。是啊，齐总，姑爷也没把人往死里逼，毕竟是亲戚，让他大伯慢慢还钱就是了。不错，恩威并施才是做大事的样子。张翔，你和小峰说，我在美食城给他选了块地皮，上下2层，300多平，手续都办好了，让他这2天抽个空过去看看。我这就告诉姑爷，跟他说钱不够就跟我说，饭店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食神饭店，让他放心大胆的干。姑爷，齐总给你在美食城盘了个大饭店，名字都起好了，叫食神饭店。齐总真给俺开饭店？小峰哥，太好了，你终于能开自己的饭店了。俺不是在做梦吧？俺真的能在县城开饭店了？当然是真的，齐总都把手续办好了，就等你过去看场地装修呢。爹娘，俺也能开饭店了，俺二狗子出息了。灶台要砌高个10公分，还有这边留2个洗菜池，一个洗肉，一个洗菜。放心吧，丁总，我们都记下来了。小峰哥，歇会儿吧，都忙一上午了，喝口水。不累，等装修好了，俺天天给你做饭吃，把你养得白胖白胖的。小峰哥，你说啥呢？谁要白胖白胖？谁是这儿的老板啊？出来！俺是这儿的老板，你们有啥事儿？你就是老板，知道这片是谁罩着的吗？不知道，俺们这儿正装修呢，没事赶紧出去，别耽误俺干活。小子挺横啊！告诉你，这片是宝爷的地盘，在这儿开饭店就得懂规矩，每个月交5000块保护费，保你平安，没人敢来闹事儿。俺要是不交呢？不交，你这饭店就别想开了。今天砸了你这儿的装修，明天让你滚出美食城。小峰哥，要不先给他们吧，别惹事。没事，有俺在，他们不敢怎么样。滚！小子，你他妈找死！兄弟们，给我砸，把这儿全砸了！住手！各位师傅，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，这儿的事儿俺自己处理。丁老板，他们人多，要不我们报警吧？不用，你们先出去，把门关上。姑爷，要不要我动手？正好，活动活动筋骨。哟，
还敢关门？怎么想跟我们哥仨练练？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还收保护费吗？不收了，不收了，大哥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告诉你们那个什么宝爷，要是再敢来食神饭店闹事，下次就不是断胳膊这么简单了。滚！丁总，你太厉害了！没想到你看着老实，打架这么厉害。小峰哥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俺没事，你们安心装修。累死俺了。装修可真不是人干的活。快去洗个澡吧，水我都给你放好了。还是俺媳妇儿疼俺。洗完早点睡，明天还要去饭店呢。终于鼓起勇气，我不想再错过他。丹丹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这是干啥？小峰哥，别说话，让我抱抱你。丹丹，你可想好了，这样会出事儿的。我是个大小伙子，你这样可就……小峰哥，咱们是举办过婚礼的，两口子睡觉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丹丹，我怕你还没准备好。要不是小峰哥给我做的那碗蛋炒饭，我可能早就下去陪娘亲了。你是好人，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活不久了，不敢对你有太多奢望。可现在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了，我想和你好好过日子，想和你一起开饭店，想一辈子吃你做的饭。丹丹，俺能娶到你，是俺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小峰哥，把灯关上。丹丹，俺会对你好一辈子的。小峰啊，好好干！今天这开业的排场，整个县城找不出第二家。都是齐总您栽培的好，您是俺的大恩人。哎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你这手艺早晚能闯出一片天。以后别总叫我齐总，该叫爹了。爹，你小声点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姑爷，齐总，里面都安排好了，包厢全满了，大厅也做了80%，后厨那边都备齐了，就等即时开席。好，告诉后厨，按之前定的菜单上，菜量一定要足，味道不能差。小峰啊，恭喜！桂姨说笑了，当初还要多谢你带我来齐家。来，桂姨，我领你进去瞅瞅。老婆子，别翻了，这桶里啥都没有，俺们去前面那个垃圾桶看看吧。再找找，说不定能翻着半个馒头。俺都快饿死了，昨天就喝了1碗凉水。都怪俺没本事，家都没了，让你跟着俺受这份罪。怪啥怪？要怪就怪俺自己。当初要是不贪那2万块彩礼，不讹二狗子钱，俺们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好香啊！这是啥味儿？好像是从前面美食城飘过来的，俺们去看看，说不定能捡着别人剩下的饭菜。老婆婆，你看那饭店的名字“神神饭店”，俺咋听着这么耳熟呢？神饭店，好像在哪儿听过。老婆子，你看，那不是丁二狗吗？真是他，他咋开了这么大的饭店？快走，别让他看见俺们，要是被他认出来，指不定怎么埋汰俺们呢。
都到这儿了，躲啥呀？丁总，俺们不是故意来这儿的，俺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看你们这样子，应该好久没吃过饱饭了吧？跟俺进来吧，吃口热乎的。啥？丁总，你让俺们进去吃饭？丁总，俺们身上脏，会弄脏你饭店的地板的。没事儿，脏了擦擦就行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总不能饿着肚子。是啊，进去吧，正好后厨刚做好饭，还热着呢。走吧，两位，别让姑爷等急了。小李，去后厨端一份红烧肉，一份鱼番茄炒蛋，再盛2大碗蛋炒饭，拿2瓶矿泉水过来。好的，丁总。吃吧，不够再让后厨做。好久没吃过这么饱的饭了。吃饱了？吃饱了，丁总，谢谢你。当初都是俺的错，是俺鬼迷心窍，临时加彩礼讹你的钱，还到处说你的坏话，差点毁了你。不必介怀，不过些许风霜罢了。丁总，俺错了，俺这次是真知道错了。俺不是人，俺是个混蛋，俺毁了你的婚事，也毁了俺自己的家。现在儿子跑了，儿媳妇也走了，房子也被拍卖了，俺们现在只能牛棚捡破烂，这都是俺应得的报应啊！老婆子，别打了，都过去了。过不去，俺这辈子都过不去。俺一想到当初对你做的那事儿，俺就恨不得抽死自己。行了，别打了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丁总，你不恨俺吗？恨过，当初俺迎亲被你拦在门外，俺娘的救命钱被你拿走，俺恨不得杀了你。但后来俺想通了，恨你也没用，日子还得往前过。要不是你当初那么对俺，俺也不会遇到丹丹，不会有今天的大饭店。小峰哥，丁总，你真是个好人，是俺对不起你，俺们老刘家对不起你。这2000块钱你们拿着。不行不行，丁总，俺们不能要你的钱，俺们已经欠你太多了。是啊，丁总，这钱俺们不能要。拿着吧，找个正经活干。刘叔，你身体还行，去工地搬砖也能挣点钱。王婶，你去菜市场帮人卖菜，总能混口饭吃。以后别再干那些偷鸡摸狗、讹人钱财的事儿了，踏踏实做人，本本分分做事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丁总，大恩不言谢，俺王巧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的恩情，以后俺一定好好做人。别这样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老头子，俺们以后一定要好好做人，不能再对不起丁总了。俺知道了。小峰哥，你人真好。俺只是不想看到有人再像俺当初那样走投无路。二狗子，丹丹，可算回来了！哎呦，我的乖儿媳，越长越好看了！快进屋，娘给你们炖了土鸡，还蒸了你爱吃的南瓜饼。二狗子可真出息了，这房子盖的全村独一份，比镇上的楼房都气派。可不是嘛，当初谁能想到老丁家能出这么个大人物？大伙儿别客气，都拿着。今天中午都别走，在俺家吃饭，韭菜管够。二狗子，爹对不住你，以前爹太要面子，干了那么多糊涂事儿，差点把咱家的好日子做没了。爹，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，你和娘身体好好的，比啥都强。爹以后都听你的，再也不瞎掺和了。丁总，恭喜恭喜啊！乔迁之喜，我来讨杯喜酒喝。黄镇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进。我不光是来喝喜酒的，更是来谢谢你的。
你捐给镇上的4万块钱，我们已经用来修灌溉渠了，再过半个月就能完工，以后几个村的庄稼也不怕旱了。这是镇上给你发的证书，你可是咱们丽水镇的大功臣啊！不光自己富了，还不忘带动乡亲们，这份心意全镇人民都记着。好呀，原来二狗子还捐了钱修渠，真是好人啊！以前还说人家忘本，现在看看，人家才是真有本事有良心。黄镇长太客气了，俺也是丽水镇的人，为家乡做点事儿是应该的。等我的饭店稳定了，我还打算在村里建个蔬菜基地，让乡亲们都能在家门口赚钱。好，太好了，丁总你放心，镇上一定全力支持你。出息了，俺家二狗子真的出息了。亲家公、亲家母，你们尝尝这个佛跳墙，是我特意让大厨做的，补身体。齐总太客气了，我们自己来就行。齐总，俺敬你一杯，多谢你看得起俺家二狗子，俺啥也不说了，都在酒里了。亲家公，别这么说，小峰是个好孩子，能干又孝顺，丹丹能嫁给他是他的福气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叫我老齐就行。爹，俺也敬你一杯，没有你就没有俺的今天。好好干，以后这个家还有齐氏集团，早晚都是你们的。我年纪大了，也该享享清福，等着抱孙子了。齐总，摄影师来了，现在拍照吗？拍，当然要拍，咱们一家人好好拍张全家福。王律师，我要是和齐红离婚，能分多少家产？他现在把公司的股份、房产都往丁晓峰那个穷小子手里转，再晚一点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齐太太，有件事我必须跟您说清楚。您和齐总虽然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但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，在法律上你们只是同居关系，不受婚姻法保护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们在一起10年了，所有人都知道我是齐家太太，怎么可能不受法律保护？齐太太，没有结婚证就不能分割齐总的个人财产，除非他自愿赠与，否则您1分钱都分不到。该死的齐红，这个老狐狸，原来他早就防着我。我跟了他10年，给他当牛做马，居然这么对我。丁晓峰那个乡巴佬也想骑在我头上，没门儿！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齐红、丁晓峰，你们给我等着，老娘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彩凤，就是这儿了。我打听好了，这家饭店刚开业，正在招服务员，工资高，还管吃住。姐，要不我还是别上大学了，我也来打工，咱们一起赚钱。你一个人太辛苦了。傻丫头，说什么呢？你是咱们刘家庄第1个大学生，怎么能不上学？学费的事儿你别操心，姐打工供你，你只要好好读书，将来有出息了，姐就放心了。姐，我一定好好读书，新来赚大钱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走，咱们进去问问。再拍一张，小峰和丹丹站中间，亲家公、亲家母站两边，咱们一家人热热闹闹的。小峰哥。